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爱情之门打开哈，慈悲能量的绽放哈，爱情之门随之而来哈，爱情之门随之打开了哈，开启。好，这今天的3张牌哈，我选了3张视觉能量差不多对等的3组3张牌卡哦，你可以从里面的类似性找到共感，稍微偏强的那一个作为选择。好，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了。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好，我们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哦，1号牌。好，来，今天的题目是爱情之门打开了哈，所以我们要从爱情之门的角度哈，应该是说从通路那一个路径上哈来做寻找。但虽然原则上是这样，但我们还是依循着整个翻开的第1张牌所给的方向感哈，我来做强力的感觉一下。好，看一下哈。来，第一张先抽出4张哈，让那个小型的陀螺来选来。好，这张好。好，哦，以路径来说的话，似乎路径是已经调整完了，路径是已经建构完了哈，已经有那个路径了。可是，在我这边直觉的第一个画面，我没有感受到喧嚣的声音，没有感受到多样的色彩，它是一个平铺直叙的一个路径哈。古典的哦，砖的，好，但是颜色偏淡蓝、灰暗、清晨或黄昏哦，应该算清晨，颜色偏蓝哈，没有什么人背景，没什么太多的东西哈，比较像是一个新颖的城市里面的路径哈，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路径是刚形成的，也就是说，你们2个中间这一条路径应该是全新的，那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你们2个的这一次遇见。在灵魂上有可能是第一次的遇见，因为这个上面没有任何的一些印象啊、纪念啊、历史的迹象在这个路径上面哈。那至于在这一个现在，你们2个是认识的嘛？现在看起来陌生感非常重哈，因为中间好像没有任何牵连，没有来往的人哈，牵连不够强，所以在能量的连接上面，已经用很强的方式把你们连接在一起了。看来已经用尽了非常多的能量哈。我只能说了，以这一个现阶段的讯号的小结论，就是说你们的遇见算是得来不易哈，不太容易形成的，但现在形成了哈。好，那在比较遥望的，再从水星能量在这边讲，仔细看来说，好好的去思考这个能量的来源。除了我觉得这个遇见得来不易之外，还可以看到的一点就是。这是难得的祝福了哈，难得就是说，从以前你的经历或他的经历、爱情上的经历来说，这一次的遇见是有比较多好的能量的祝福来遇见，但是以时间感来说、节奏感来说，我觉得偏慢偏远哈，好像才刚开始有一些初始晨曦的光芒才刚出来哈，它刚形成。哦，白话一点就是说，你的故事线跟他的故事线最近开始有一些连接哈，然后这一个桥才差不多搭出来了，然后就被我们翻到了，所以很多东西都很陌生的、很清新的，还没有装饰的，都很雏形的，好，但是有了，好，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来，我先把一些概念上的东西先翻完，好，再翻一些比较实际的讯号。这边有说要提醒一下哈，如果你心里有一些比较向往的爱情的模样、向往的爱情的人，方向啊什么的，你脑袋有一些比较具体你向往的哈，你要把它再想清楚一点，多加一些更多的意识哈。我们还是套回一个比较大家多常用的，就是跟宇宙下订单这一个概念了哈。你就尽量的去对宇宙吧，对你相信的方向哈，对你相信的神秘力量，去对它做一种许愿的动作。
告诉他说你希望能够你脑袋很具体的形象，希望遇到什么样子的人你尽量把这些东西意念投射进去，让能量去寻找它，或者去形成它，会越来越接近尽可能的趋近于你心里所念想的。因为这边有说这一组还蛮需要你给予更多的你想要的那个人的形象或是你想要的爱情的模式这样那为何这里会这样？那就表示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一条路径还没有选到要过来的人，他大概只连接了2个世界。就是说可能有那一个人，但是更多的是有那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会有至少1个人要往你这边走来那他现在比较多的方向是已经先确定了那个世界，到底要确定的是哪一个人还没有确定，可是那个世界的能量已经确定好了。好。所以他希望你给他更多的意念，让他去捕捉到说，是这个人，是找到这个人，给他更多的线索。这个比较像是要主动性的去把那个意识跟意念丢出去的一体啦。目前看起来他要的原则方向是这样。那我不认为他会很快出现，或是最近出现，因为现在能量是静置状态，安安静静的，就跟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一个比较雏形的。那个状态是比较安安静静，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真的很像是清晨，很像大概4、5点的清晨，3点半以后4、5点的一个清晨这样。它几乎连喧闹的声音、嘈杂的声音，在外面游荡的人都已经处在一种比较休息的状态。这个时候是有一种绝对的宁静的时刻。现在你们的关系大概也处在这个很接近绝对宁静的时刻的状态，所以要再等一下来。我先把一些距离的东西翻一下大致上抓一下方位啊，跟这个人在哪里啊，这些的讯息大致上翻一下。今天节奏有点快我再放慢一点不然讯息一下就讲完了。60分，果然是在来的路径上了可是他现在确实有点停顿因为他现在生活啊、工作啊，好像进入了不错的状况他被整个专注力被拉回去在他现在工作或什么的，因为他现在表现的还不错，在他自己的人生故事线里面表现的还不错所以他有一点点淡忘去寻找爱情的这个概念，他确实有点淡忘了那一个活力，那一个对爱情的期待、期望，前面比较高，最近可能因为有不错的有其他的好事情发生了啦，所以他除了整个能量上、路径上是处于一个安静状态，他现在也是停止，还没有出发，或是出发，然后到一段到现在是属于先做暂停的一个状态虽然对我们这里看的角度来说，可能是比较不好的，就是还要再多等一些时间等待。但是对这个人的个人内在品质来说是好的，因为他各种部分都在升级中，有好的能量在帮助他然后他自己之前努力的东西的收获，好的东西也都在回来，所以他无论在各方面身心灵各方面，他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升级更加提升，也就代表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的品质应该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品质会更好我是希望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更明白自己爱情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在非常多的时候，人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故事线，尤其是工作各方面得到非常多的赞赏、认可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内在的自信啊，各方面的概念、想法上面的确定性都会更强，进而各方面都满足了，他才会开始思考爱情的部分的时候，他才有能力去想仔细。他所能接受的、接住的爱情是什么，或是他所能给予他想爱的人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具体的模样，而不会像年轻小时候比较容易就只陷入到爱情的氛围里，很多现实世界的东西没有想清楚。所以我会觉得他这个过程里面算是一个不错的，而且是额外的、突然的给予他的一个新的准备期。其实我觉得他本来的能量应该都已经准备的还不错，但现在觉得还可以更好。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吗？可能是因为你这里也有你自己的升级状态，有些东西都在变好，所以基于某种能量的对称，跟可能
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能量可能只需要到25级就可以相遇了这样子。可是基于你可能不小心升到了26级，哈，本来26级是你们两个人25级遇到之后再一起升级到26级这样，可是不知道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不小心，或是就这样子升到26、27级了，而他突然没跟上，所以这边做了一个额外的停滞的状态，让他先再升一下，再等一下，然后再遇见这样。有的时候是我觉得是一种好的能量的交流交换所产生的一种现况，它不是一个坏事，它只是要让对的人跟对的时机更对，更准确，再更好。因为第一次的认识，第一次的见面，初期认识就只有一次的机会，就只有一次的印象，能越好，当然是更好啊！哈，好，来，我来对于这一个思索的方向来做一个确定哈，看它。哦，好，好，可以了。那他现在确实跟我讲的一样，他现在是在一个个人比较独立思维状态追求的自己的个人环境里，要再等他一下好，但是不用担心，现在他其实在这张牌已经暗示了，他现在所拥有的能力、魅力各方面已经就走在了我们刚刚一开始翻到的那一个爱情的路上了，而且他旁边还有一些人有发现或有觉得或是有直觉发现他不要再一个人了，他值得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爱情。他附近有一些人在内在心灵感受上的品质有提升到这一个阶段，所以这边可以看出来一点点，就是说他活在一个蛮好的氛围里面，可能他附近的人都还蛮幸福的，所以看他一个人孤单影子之外，有些人会想要去让他接近爱情或介绍到爱情这样，所以这边大概有一个暗示你们中间的牵线可能是跟朋友或什么有关系跟朋友认识有关系。虽然这边没有说，但是从能量的走向似乎会有这一个关系。那现在两边的朋友圈也算是没有很明确的连结啦。没有很明确，这边确实还是都比较独立的去告诉我他那边的状况我是以能量的移动方式来去推敲你们后面的。没错没错，他确实是有，我再确定更多别担心，在未来不久之后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特别的状况会把你们两个牵连在一起，然后你们会很自然的就认识到，应该是他这边没有特别说是因为朋友介绍或什么没有，他这边比较多的就是说自然而然就走近，自然而然就认识，然后一认识的时候，两个人一做交谈或对话，就会发现的确是来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朋友圈、不同的工作圈你们本来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世界了那因为中间有一种很冥冥中的力量把你们牵连在一起，然后你们开始展开对话的时候。我觉得整个能量走向是比较温温和和的。一开始见到还觉得对方还不错，然后经过了好几次的可能有约出去聊天，然后咖啡聊天的时候，慢慢的就契合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不会很快，但也不偏慢，它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过程中。你们开始遇见的时候，整个往爱情的走向的那个路径其实有加速作用因为一些好的默契、好的运气都来了，再加上他本来是在一个蛮不错的爱情能量的氛围里面，所以他默默的心里在接近爱情的时候，心里也会有一点告诉自己说，是不是我自己的爱情来了？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内在那个爱情来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推自己要去多做一些事情记得我刚刚前面说他有点忘记，他其实也需要爱情的，是因为他在工作上那个方面得到的认可各方面已经很满足，所以他心里是非常富足的。其实，在这一个你爱情出现的抉择点的时候，他其实心态上是有一点觉得，我现在确实能够接住爱情吗？我现在确实有需要一份爱情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吗？我现在有能力或是有专注力再去放到爱情里面，他会有这些疑问。可是这些都不用担心，因为他在跟你交流对话的时候，他慢慢发现你们两个人有很多的内在更深层的价值观，未来的很多东西产生了某种契合，让他有比较乐观乐观是一点，也有比较有向往那个东西都被激发起来，让他再往前走那一步。这个点不太像是说他需不需要一份爱情出现在他生活里，而是这个爱情就出现在他眼前。
他不得不 have to， 他或者是他想要，他需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他可能会在遇见你的当下发现，爱情不是想要有就有，而是来的时候如何慎重的看待，跟他自己的心态要怎么去接住。那这无关乎于他想不想要，比较在乎的是他有没有发现这一个爱情出现的稀罕程度，在他的人生里是有多可贵的，进而会引发他心里或是催化、加强他对于你的喜欢的感觉的提升。他对你本来就喜欢，只是他的那一个可能是之前的事情，或是有很多分析的事情，让他觉得我虽然喜欢，可是我现在这一刻的自己，或者这个阶段的自己，是适合有爱情的吗？是他爱情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是会成为重要的事情吗？会有很多这种小犹豫，这样。可是以整个能量的讯号走向来说，我觉得他会慢慢的走向内心有一份忘了觉醒的东西醒来了，告诉他说，这个就是你等待已久的时刻啊，不要再忽略它了，不要再看轻它了哈，不要再看轻它，他可能内在会有这个讯号会跑出来了，因为这里有好几个，大概一两个讯号都有在提示这个遇见，或是想要提示他说，好不容易走到这里了，怎么会？你不应该又让他悄悄的从手中溜走了，差不多有这样子的讯号。但我也可以在另一个方式反射的看得出来说，他可能之前的爱情的状况让他不敢，那么在爱情出现的时候，又像之前一样，立刻重视了起来。这边有可能有这个反动啦，所以但我觉得现象上都好的，因为我看到你们遇见之后有一个新的局面有在展开，虽然不太明朗但是他会慢慢的发现说，这是他需要面对的一个新的局面、新的旅程、新的篇章，他会慢慢的醒来。那其中的很强的催化剂就是每一次跟你的互动的时候，他都会被吸进去，他都会因为你跟他之间的差异、跟想法的不同、跟特异，产生了某种吸引力。也有增加一些神秘感，然后往下走。因为你们之间本来在遇到的时候就有一个很不错的神秘力量牵引着，好像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情，那一个牵引的那一条绳子有越来越缩短、越来越紧的感觉。他会去找到各种的理由、各种的能量去催化你们两个人的靠近，所以整个能量都一直走在一种明朗、乐观、好的能量的方向走去。看似强迫，可是这个强迫的能量是一种正能量、好能量，似乎有一种等待很久了啦，等了很久的一个状态哈。好，那你看一下时间，大概半年到1年内哪个时间会出现你们两个遇见的能量最好的时间段哈？今天的题目也就是真的是因为好的能量，散开了啦哈，好的能量发散了，所以进入了这个好的能量的时候，很多的好的讯息跟好的连接就会展开哈。好，大概夏天吧，夏天初期这个状况就差不多要出现了哈。夏天初期这个状况就应该要出现，因为不会很远呐，不会很远。然后记得哈，你们一遇见的时候，并不会有那种大澎湃的状况出来了，但是会渐渐的觉得这个人交谈各方面都还不错，然后有慢慢的就掉进去，是慢慢的、慢慢的就走进去，慢慢的习惯这个人，慢慢的就在意了这个人哈。两个人都有差不多的感觉。那我问一下恶魔牌哈，看一下我刚说的时间点前后他怎么说哈。时间之后，夏天之后，夏天之前。
他说，当你们遇见之后，对彼此的看待彼此的方式，还有进入了新的篇章。他其实他在讲说，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视野，两个遇见之后就进入一个新的视野。我觉得他讲的比较像是打开了一种对爱情的感受的一个视野。但我觉得这里比较着重的是他在那里。我觉得你这边的问题不到，就比较多的是他那一边的心境的转换，好像是成为你们两个在一起的一个关键哈。那这边说，在你们遇见之前，其实就有很不错的正能量在交换，所以也就是说，他也在慢慢的进入到你会认识你的区域领域里，所以他认识的人跟能带到你去认识他的人这方面。没有特别讲说是怎么认识的啦，可是这边有说他其实就依循着很不错的正能量跟正能量的交换，慢慢的就靠近到你附近，然后就认识，就出现在你面前这样。它是一个很健康的行走的路径，从现在看牌的时间点往到夏天前都一直正能量，一直在不断的累积，它在慢慢的往你这边就这样出现。记得你们见面的时候，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认识哦。然后他会有一种连续的交谈，连续的在遇见，连续的在约出去聊天交谈。他从一种淡淡的东西，慢慢的累积，变成奇怪了。我好像已经习惯了这个人的出现，我已经很习惯了这个人的语言，好像我也习惯了我们两个创造了一个新的对话的语言。它会成为一种很奇妙的些微的依赖，然后就存在在生命里的感觉里面。它不会很快，它就是一个慢慢的，好像被什么东西锁住的感觉，是一种有一种舒适的被困住的感觉。好，它就很像两个人恋爱，然后也不想出去哪里，就两个人要窝在家里的那一种，好像被困在家里了哦，可是感受上又很舒适，差不多是这样。那它这一份感觉，它不是活水能量的，它是风能量的，它是很强烈的理智能量的，去发现自己喜欢这样子慢慢发展的感觉。好，所以提示这一点就是说，当你有惊觉到你已经开始喜欢他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相处一阵子了，好吗？好，看一下哈，好像还有2张牌可以翻，我翻一下。好，这边说话，你们两个的灵魂状况其实是会遇见之后就会展开一种，你们彼此会挖掘新的自己，你们会有一些新的面向会展现出来，跟你们原本的朋友、家人各方面从来没有展现过的那一面，在你们遇见之后会展现出来啊。那你们两个相处的一些缺点，就是说你们对于自己情绪的表达能力不强。不够清晰，哈，就是说你现在的喜怒哀乐，你们两个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不会完整的表达出来，有可能是有一点害怕把自己真实的情绪跟感想表达出来，会得到反效果或什么，这是你们两个的，所以你们两个真正现在心情好不好，很难猜到，很难彼此猜到，所以尽可能的，要找到相处方法了，有的时候，不要感觉那么多。或是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很多的时候，就把它清晰的说出来，让对方知道，要相信对方接得住，要相信对方能够理解，好，要产生某种信任，然后再把情绪丢出来。这件事情很难诉说了，但你们会慢慢找到这一个去表达情绪的一个方法哈，因为这个确实在你们之间是比较弱势的，你们两个比较难猜到彼此现在心情上的状况，没有那么强的直觉能感受到，并不是说你们本来就没有这能力，而是你们这一组。的某种模式上，能量的结构上，就是比较难互相猜到，所以尽可能的和缓的、温柔的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会是一个很好的路径哦。好，那大致上是这样。这1号牌的朋友哈，其实这个爱情之门的路径已经打开了哈。那接下来就是慢慢的会走到这一条道路上哈，会很自然的、而然的就让你们遇见，就不用着急哈，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它是一个没那么清晰的模样出现在你身边的。我记得我刚刚说的，当你发现你们两个互相喜欢，或是他喜欢你，或你喜欢他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认识一阵子了。好，那就这样哈。那这是1号的朋友，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2号牌的朋友。通常要开始翻牌的时候开始打嗝，就表示应该又会有大量的讯号、大量的讯息来，你知道吗？
可能诠释的节奏会跟不上讯息来的速度啊。好，来，我们一样哈，从4张牌里面选第一张核心的能量哈。来，我看一下。好，从这里开始哈。好，好，这样。哦。那这个牌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种瞬间的模棱两可的状况哦，所以我必须要翻第2张牌来给一下它的指引。它这个方向比较契合的是说你心里所期待的人，你心里所期待的人哦。所以今天的题目，这个爱情的门打开的时候，有很多的状况跟能量的依赖，是依循着你所期待的那个爱情的模样、爱情的模式、爱情的样子、爱情的长相、爱情的人，什么各方面的哦。我们时常说，你平常心里有没有比较确定自己在期待什么样子的形象、什么样子的爱情故事，也可以，爱情的模式、爱情的模组各方面的一种形式、一种风格，理论上我去思索一个比较固定的形状嘛。如果有的话，这一次显化给你的那一个方向，好，跟那一个几率就会比较高。但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心态放得比较轻松自在，就是什么都可以，什么样子的形式都可以，不用走比较开放的心态这样。那他这一次哈，他就会用一种自我筛选的状态，给你一个我通常都会认为都会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状况，意想不到的人，所以基本上他有可能会很多方面都离你蛮遥远的，比如说工作的领域呀，好，或是他的性格各方面，可能在某一个角度会给你一个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样。那今天这题很特别，我想先翻一下灵魂的角度哈，我看一下在灵魂的角度来说，这组是什么样子的2个灵魂的遇见哈，很难得，我想一开始就遇见了哈，因为这一题，我认为这一个星星牌给了一个很奇妙的神秘感。好，我翻一下，一张，你们的灵魂角度象限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遥远的。可是，在某一些契机上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在你们曾经或是之前在某一个时刻有对齐哈。什么叫做某一个时刻的对齐？我先说，比如说这2个是你们，哦，这2个是你们。可是，在时常灵魂的移动中，你们中间这个视野里常常挡了某些人，哦，挡了某些灵魂。有的时候这个挡了，然后他正要离开了，可是这个刚好进来又挡住了。那你们自己也会移动，所以有的时候会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这样子移动的时候，隐隐约约的时候看到彼此，有时候是这样子非常清晰的状况看到彼此，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做了某些连接，可是又因为这样子又断了又暗掉了，断了又暗掉了，所以你们常常在不同的象限里面很遥远，好像有依稀的知道彼此在这样子，可是一直没有很明确的接近。那这一次看来，他真的比较偏向于一种意外，很意外的一个人一个类型一个种类，你会很意外自己喜欢这个人哈，好喜欢这个人，然后很多方面都跟你原本所经历的人不太一样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模式啦。其实我们每次看盘，你听下来你就知道，它模式就是大概就2个分类，一个就是你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人，不在你原本的射线里。因为当然就是在你射线里跟你期待的很接近，就这2个类型，然后往边边走。那这一组他给我一个很强烈的神秘感，也就代表说这一个人他会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差异，蛮强烈的差异的遇见。好，来我们先从本质上看一下，因为这一题我觉得本质上的东西我比较好奇。来看看这里有没有再讲一些绝对二元性的一个状态哈。
这边说可能他没有讲说你们两个有多不同，但是他有说这一次的遇见哈是为了某一种你们内在身心里的重新重生、重新转换而遇见的，所以你们这一次的遇见来说算是蛮珍贵的相遇，而且他还用了一种高级的结合的形容词形容这一次的遇见，它不是遇见，还有一种很强烈的灵魂上的结合哦。所以看得出来，从这里讲说，你们两个灵魂原本在很远的地方遇见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很深刻的感觉要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应该有确定了某些知觉，就是虽然很遥远，虽然在彼岸看见，可是我们终有一天一定要遇见，才知道答案是什么。那这一次可能就是那一个遇见的时刻了。哦，来，我来把其他的牌翻一下哈。就是跑得比较旁边哈，来，我来放这里。看一下，好，是走在爱情的路径上哈，可是要小心哦，要小心。你们这一次的遇见的勾住的能量比较脆弱，时间性也比较短。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去马戏团看的时候，有一种空中飞人嘛，他不是会两个单杠这样荡下来的时候，要跳的时候，然后一个旋转要接住手的那一个瞬间，你们比较像这个状态啊。我觉得这个很脆弱哈，所以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如果没有很立即把握住接下来的连续哈，接下来的联络，或是当下没有很深刻的感觉到这个就是爱情出现，这个人在眼前的话，那一次机会就会错过掉了哈。这里有还蛮强的这个暗示哦。因为他在本质上两个的灵魂的遇见本身就已经很遥远、很遥望、很难得了，然后可能在这张牌来讲来说，整个核心的状况就是好不容易走到了，好不容易要创造这次机会了，但是他没有给你一个完善的结局，没有一个很保险的状况，反正你们要好好把握这次遇见，不然他就要回去哪里了，干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哦，有的时候。有可能真的来自很遥远的两个不同的国度，有可能哦。你们也许拥有同样的语言，可是你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如果在那一次遇见的时候没有确定某种可信赖的未来感、可信赖的未来观、可信赖的价值观，就很难做出重大的决定跟人生抉择上面的一些改变方向的重大决定。这样，所以那一次的遇见很重要。这一次，所以这一题2号牌，我觉得它比较慎重。比较严肃一点，这次的遇见哈。好，来我来看一下现在他在哪里哈。用这一个翻好了。这个我想一下翻哈。现在还没有说你们遇见了没哈？我来看一下，应该是还没啦，因为我。觉得我看了这么多，我都觉得他还在路上的感觉，而且还没有非常靠近。我看一下，现在这里，我翻比较多哈。哦。先说，他确实还在回来的路上。回来的路上，意思是说他应该出了远门好一阵子，最近要回来的路上哦。那他这一次的回来，他有改变了他人生的某些选择。我们打个比方，他可能之前在国外念书，然后他这一次回来要决定要继续在那个地方念书，还是要回来念书之类的，或是工作也可以哈。通常路径这样子出现的时候，就表示影响它最大的因素是谁？就是你的出现。目前看起来这里还没有确定你就是那个因素，可是这边有确定你们两个人的指引星会在你们遇见的时候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你们遇见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新的选择，重要的新的选择，跟前面讲的很雷同哦。没办法，它里面的趋向就是这样了。那他会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做挣扎，因为他原本做的决定，或许跟你自己也有一些决定要做。
某些决定会在你们遇见之后产生，而那一个决定会跟你们原本对人生要下的决定跟方向感有点不同方向，所以它是一个会挣扎的状况。那为什么会挣扎？因为你们遇见就喜欢了，有一种等了很久的喜欢的感觉有出现，所以它才会挣扎嘛。这里有出现这个状况，那很奇妙的是，整个感受是好的，感觉上是挣扎，可是感受是好的。那再加上，你们遇见的那个当下，都有一种想要往前冲的讯号，想冲看看，想冲看看。好，我先问恶魔牌，对于两个恶魔的讯号，对于这一件事情，我们说的这个发生的这个状况，他们怎么看？遇见前，遇见后，遇见前，遇见后，我已经看到了。好，遇见前，先讲遇见前，遇见前，确实你们有非常不一样的背景来自哪里，很不一样的两个状况这样。然后这边在暗示说，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发现你们有极大的差异，可能第一生活环境不同，第二住的地方不同，会有很强的差异感，会有。那这边恶魔牌提示说，要接受，要试着接受，才有办法往下走。要试着接受才有办法往下走。好，那这边说遇见之后出了这张牌，这张叫做表象会被破解中。他这边在说你们遇见、聊天、认识之后，才会发现原来你们原本以为这边的差异，以为这些都是一个很强大的难题，也许会有很多国家啊、语言啊、种族啊、背景啊、家庭啊各种有很多东西，可是这边会告诉你说，你们发现了这些都只是表象的问题，而不是内在本质的问题，所以就很容易以任而解跟破解。但是它的关键点在于决定，因为决定的核心在这里，这里一次，这里一次。核心在那一颗指引星出来的时候，它会指引你们走到你们需要的方向。可是我跟你说，这边讲的是需要的方向，因为它逆向，我觉得没有办法告诉你说那是对的方向。我只跟你说那一个所谓的对错的东西被消失了，它这边只能说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引的方向，会让你们做出很接下来的决定，而那个只是可能是某个方向，或是你们需要的方向，但它不一定是对或错的方向，因为它可能选了之后你们要去承受很多新的挑战、新的难题，这样是什么我就不多说，让你们要从自己的生活印象之中去体会。那这条路径啊，你们不会是一种茫然的看到这一条指引星给的方向，你们不会是一个茫然的看到，而且你们也不会呈现一种冲动的方式去选择这样。整个路径上，你们去思考两个人遇见之后的一个感觉是很理智的，而且是很排列组合的，很有创造力的。所以它比较像是说，我先说这个不是一定说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就是一个爱情的发生哦，而是说你们两个这个遇见的时候会有一种心态上、心理上觉得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新的契机，我好像看到了人生好像有新的选择、新的视野。这样，虽然它是以爱情为做基底，但它并不是这些感觉跟这些选择。跟这些很理智的思维出发，并不是因为你们很想要去促成一份爱情，但是它至少有促成一份新的关系要紧密连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哦。也就是说，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会有非常我觉得会有很不错的感觉，但是它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关系很难得出现。虽然也有爱情的成分，好像有点觉得可以成为恋人，可以，可是它好像不是核心，它好像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样。那爱情可以在这一份认识跟这份关系创造之后，成为第二或第三个选项就可以了。你们俩会有这种默契哦。好，
他这边回到这组，他所谓的结合，我开始可以理解到他的结合了。因为他这一张炼金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同元素的结合了我认为从灵魂的角度或是炼金的角度，他都认为你们的结合是一种很特别的两种相异的能量的遇见跟结合。它有一点点超越了所谓只拘泥在爱情的这一个概念里，它是比较多面向的，比较丰富的所以成为爱情，成为恋人，可能是其中一个可以选的选择，但它并不代表整个概念的唯一状态。它可以是你们维持这个状态的其中一份关系，你们想要也可以，但是你们会慢慢发现，爱情只是其中一个状态，跟其中一个定义，而不是唯一的定义，或是只能选择的定义。这样这是这一份关系，所以。看起来你们的遇见会有更大的能量，更大的内在会产生啦，会累积出来。来，那大概核心的东西来讲一下时间感的东西我来看一下2个时间点因为它现在确实有在回来的路径上了。我们来抓一下大概2个时间点或一个区块里面，大概什么时候它会大概出现。那先说这边没有说你们怎么认识，最近很奇妙，最近对于你们怎么认识的这个讯号都好偏弱最近是不是连接不到其他人，连接不到2位主角以外的人好，反正会自然而然的，它会自然而然的出现我等一下再看看能不能额外抓了我想一下，秋天中后段，然后进入冬天这一段时间，你们相位的能量会比较强，能量比较强。但我对这题有一点点小小的疑惑跟怀疑，所以我问一个题目这个秋天他讲的这个时段之前，你们就已经认识了吗？还是要在这个之后，或者在之中？我问太多了，对不对？之前他是有说这个之后关系状态会变好啦，会变得更好，会变得更好。这个造句蛮像是已经认识了会变得更好。怪我刚的题目问的太模糊，我直接问：之前就认识了吗？这样子比较快。是啦。他说是先认识，而是这个状态就会慢慢变好。好了，好，给自己困扰看来秋天中期之后，你们的关系会变好，但在这之前就已经会先认识了，可是可能就比较淡那记得它有几个线索它跟你的差异性非常大，而且是非常多现实中的差异有可能有语言、有国家、有住的地方，它不一定是一起，但是它会让我打了这几个举例，会让你觉得差异很大。有的时候光是不同的宗教差异感就很大了那有的时候，也许你们是同一个语言，只是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国家，差异感就很大了记得我这边有说他是回来的，所以他应该有一点本质上跟你很接近，只是他去了远方，这次是回来，这个回来感很强所以他并不会是一个完全不同文化或是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种的人，什么从遥远进入了你的世界，他这个有点被排斥掉他跟你还是有一些通知上的连接。他不会没有跑那么远了，但是这一份很强烈的差异还是有存在来，我用这一个翻这一点，看一下好。你们这一组要一直持续连续下去，要蛮动脑筋的他没有办法自然而然的就会一直连续下去，你们要蛮动脑筋的，有蛮多的要多一点努力，要多一点努力2张牌都这么说。这一组如果真的喜欢，要维持这个关系，要多一点努力。2个人都是主要很多的外在因素啦。
我先说，这里一直没有出现所谓的距离因素，所以就算是恋爱，它也没有呈现出所谓的远距离恋爱是成为你的困扰之一，它的困扰是别种的。比较多的是选择决定你们两个的现状，现在的故事线，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要做出新的选择、新的改变的这个，他没有特别讲到是什么事情，可是他就是，我先说这组出现的时候，你们两个要不要在一起，不是选择，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有很多东西要改变的选择，它的方向是这样。但是当然，你们也可以选择不要在一起，这些后面的麻烦的选择就不需要延续出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它的能量比较趋向于在一起是改变后面各种选择的主要因素，这样子。那这记得我前面说的，他所谓的在一起，不一定是恋爱的在一起，有可能你们两个就说会比较想要再更接近，也可能就变成一种好，我们先试着交往，而不是确定关系的在一起，有很多种类型哈。总之，遇见之后你们会变得比较黏腻一点，它会影响你们很多的决定。有可能是你们两个的价值观互相影响之后，就影响了很多决定。就说你们在自己的单线的故事线上面，有些想不透的决定，或是你们以为那个决定是对的决定，后来在遇见之后会有所改变。好，就是这样，困难在这里哈。不要被误导说它可能是一个远距离的恋爱，这种不是太，我觉得它方向不是这个，它更多的是核心价值观跟核心人生选择上面的东西。记得你们遇到的时候会有一个很明朗的方向感会跑出来，就是我刚说的那个指引性会放出来。这个讯号出现2次了，所以如果你们不遇到，你们不知道你们人生的改变的那一个新思维、新契机是什么感觉或是什么东西没有遇到就都不会有这个状况，遇到之后才会有。所以你们对彼此的影响还蛮大的，彼此都有所以你慢慢经历，慢慢经历一下，然后那个影响的感觉会逐步的会增强，而不是一开始就强。好，那就降后2号牌的朋友，基本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逐步加分跟逐步变好的，对于你的内在身心灵各方面一个逐步变好的一个预见。好，你可以期待一下。好，那这样哈，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哈，谢谢你们来听我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哦，今天的题目是爱情之门打开哈，我们一样哈。我最近觉得这个系统蛮好用的啦，所以我会一直使用这个系统。我希望你们不会看腻哈，就是我现在翻牌的一个新的系统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会去研究一些，我会希望它里面找到一些，如果一直在固定的系统里面会抓不出来的讯号的讯息的盲点哦。我最用一种比较破碎式的方式把它找出来哈。好。慢慢的来，我们一样从4张牌来，然后让小的陀螺去把它找出来。就不是我自己的意志了来，第1张核心方向。好，很难得出现这个来，那其他的我们再照着能量的延续去把它翻出来。好，这些等一下我们再翻。我们先从这张开始。这个人在我第一直觉里面，他已经是认识的人了。因为我发现你们有一些内在的品质、观念交流，已经达到了某种对称跟很好的交换过了，这是我目前的感觉。但它有可能是未来式的，它不一定是现在式。但我认为这一份交换是奠定你们2个会想要在一起或是有爱情出发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口一个开门的钥匙啦。基于今天的题目，大概是这样。内在价值观的吻合，生活的频率节奏，对于你们2个会不会交往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一个讯号告诉我、跟怀疑我、跟提示我，告诉我说，它可不一定只局限于认识之后才会发生的这些我刚刚讲的那些吻合，有可能在第一时间认识的时候就产生了。他现在突然有这个讯息了，所以他现在只是双线的这样。基于这个点，我可以直接先确定来，第一个数字是已经认识的人里面的，来，
他说不太像，不太算，因为如果我把它笃定在已经认识的人里面的话，他的能量逐步的往下滑，他就很像是猜题，猜题猜答案，然后我说，譬如说一个题目出来，然后问说你觉得他们认识了吗？我说我觉得是已经认识了，就他会有一个旁边一个配的音效是喵，感觉好像我答错了，概念是这样。这一组给的概念是这样，所以他现在已经认识了这个讯号有点偏弱，偏弱。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应该会在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已经达成了我们刚刚说的内在交流、联系、价值观已经交换的很不错的一个状况吗？看一下，这一颗一直掉，哎，哦，这边的方向有在更扩张。他说，这个人应该会从借由他的朋友的带来，然后跟你认识，所以你们应该有共同的朋友把他带来认识。他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就表示说你们在第一次介绍认识的时候，就发现你们两个很多的价值观各方面都很契合咯。所以他确实是比较像是后面再跑出来那一个讯息的状态，所以你们应该会在第一次认识的时候达到一个蛮好的交流契合的状态。可是从这一点我就要好奇了，那他是在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会进入爱情的状况吗？还是只是一个很好的好朋友的状况？的走向哈，这一组蛮破碎的哈，整个逻辑上蛮破碎的。我来问看，因为有时候二选一，就直接交给牌选就快了。来，恶魔牌第一个，第一次见面之后进入爱情状况吗？好，然后再来，只是很好的朋友的状况的建立吗？来看一下，他不认为第一次见面就会有爱情的状况，因为他这边给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再看看哈。那第二次好朋友的状况，他说对，他会慢慢的从好朋友认识交流上，觉得发现两个人都很契合，因为他整个能量会慢慢的提升，所以整个感觉上就是你们一开始就会觉得哦，这个人还不错，很好聊，可以变得很好的朋友，然后后面会再约出去见面喝咖啡，很多的事情会多聊，可能在私下传讯息会聊很多的事情，然后慢慢的感情会建立这样子。所以感觉这才是个慢慢的往前进啊。那大概知道这一个的节奏感了哈。你们俩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你们两个是内在的很多东西的吻合、契合、价值观的吻合跟搭配，才发现两个人的频率节奏感是很大的时候，才慢慢的走入到爱情，才慢慢的确定到爱情。看来现在三个步骤都是这样讲，那就表示说。不算日久生情，而是在慢慢的理解跟确定之后，发现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一份爱情的状况，爱情的状况，好。那大概基础上的概念知道，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人在哪里哈。好，现在的范围我们大概知道他是会被朋友带来的了哈，因为这边有讲的蛮讯号蛮明确。他说这个人的出现需要有跟他人的联系做交换。是一个群体性的交换才会出现的，它不是单刀直入的就出现的一个状况。好，我们先看这些就好了。还没，你们你们遇见前，现阶段现在前面有一个蛮强烈的龙卷风跟暴风正在阻碍着你们前进哈。道路通往的道路现在是断联的、断的，所以现在还没有遇见哈。那原本有一个直挺挺笔直的遇见的路有出现哈，那只是应该说以他的视角哈。你就当做是一个公路开车，
哦，他原本从他的出发点，他知道他要去的那个位置，这样他都查完了天气的各方面的预报，都发现很好，所以他今天出发，他往前走，而且开得还蛮快的，路上都没什么车，很直逼这样。可是快到那个城市前，发现说那个城市现在有龙卷风，有飓风，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先前往，先在附近的城市先待一下，等这个东西过了这样。所以他现在是处在这一个状况哈。那以他的视野来说，路径是对的，门也是开的，可是就突然出现了这一阵风。那这阵风，我要把它诠释成不是你的因素，而是你周遭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出现，有可能要带他来认识你的朋友，或是告诉他可以去哪里玩的那个朋友的这个桥梁跟这个讯息的这个人，最近没有想到他。最近可能有自己的事情被影响了，忘了邀请他，忘了告诉他，忘了带他去，或是他根本就没有去，他根本就没有这个 idea，他现在没有这个心情去分享这个讯息给大家，所以就先停止了。这是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复杂的状况，可能就是说，你远离了你们要相遇的位置，可能你自己有一些事情杂事，其他的，反正现在的状况就是这个风的呢，就是说有一些额外的杂事，让这一条路变得无法通行，或是前面放了一个红牌子，或是三角锥阻碍了往前去，但是不解释为什么停止，只能说前面还不适合前进。那我们从一些比较浅的讯号，我只能告诉你说，就是现在是错的时间，近期预见是错的时间，好，错的时间。既然讲到时间，来翻一下，那什么是好的时间？好，半年到1年内，或是更早，好的时间大概在哪个区块？好，这两个给的时间区块很特别。他说，其实最快近期就要破解了，不用到那么久，近期预见能量就要破解，因为好像你们中间有一个无法预测的额外的好事情会发生，额外的其他的好事情会发生他会去破除或是抵消，或是去化解这一阵风所带来的现在的停滞状况了可能有人找到了另外一条路，找到一条路线，这样，反正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成为一个贵人，创造一个贵事，而且创造一个新的路径让你们遇见，而且很近，大概1-2个月内就有可能会发生，有可能再更快因为能量都是好的。好，来，对于这个想法，我们来问恶魔牌，他觉得如何？一张就好了。这里说，他没有给的很明确，让我思考一下，他给的没有很明确。他说，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并不是唯一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只是说这个可能会发生，或是可能是其中的解放。所以他让我回头去保守的说这一件事，重说这一件事。我刚刚说，可能就是这个1-2个月内，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路径，让你们提早预见。这边答案是说可能啦，但并不是绝对的，大概是这个讯息，大概是讯息。那这样子我们必须再回头。如果不是不是最近这个时间，那什么时间点才是最保险、最好的，而不是只是可能的模棱两可的时间点？我翻一张就好了。我要翻2张的时候，我觉得他叫我翻一张就好。他说，最安全、最保障的时间点是秋天中间，差不多要感觉冬天快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保险的时间点。好，这2个时间跨度比较远但是它都处在不一定是完全同一个路径，让你有一个念想，反正不是最近，那大概就3-4个月之后的那一个时刻。好，那基于这个，我们还是一样，再问一下恶魔牌怎么说。对于秋天中间才是最保险的时间点。这边说那一个时间点好，
是因为那一个时间点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对于彼此的感受、疗愈，或是刚好那个时候心情不好、是在低谷的时候，有非常好的催化作用，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有非常好的两个人增进感情的作用的好的时间点，那通常他会这么说，就表示不是那个时候才是唯一遇见的时候，有可能之前就遇见，而是这个时候是感情升华的时候。所以反推，我反而真的觉得最近这1-2个月内你们真的会遇见，可是感情变更好的时候可能会在这里。他这个模棱两可可能会出现在这里，我觉得他时间跨度不会跨这么远。我也觉得这一阵风只是因为你看回想一下我刚刚说的，路径已经在最接近的时候才发现有飓风、有龙卷风。你不这么接近目的地，你不会感受到吧？所以表示这个人已经非常接近，就只差这一件事情的化解之后就遇见。所以1-2个月内的时间去化解这件事，让你们遇见，我觉得蛮合理的啊。以时间的推断来说，这个时间不可能，这个坏事、这个阻碍、这个各种负能量，我觉得它不会停留在这里这么久，所以它才会有一些好能量。在化解这一件事情中，有好能量在进入中。好，那这一组比较有趣了哈，有一些比较强的线索被我问出来，来翻一些其他基本能量的东西哈。好，这边也有。Sorry 哈，拍我都随机放哈，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这样子随机放，是因为我觉得画面才不会每次看都这么呆板，然后很让人麻木。我蛮喜欢它这个翻牌的时候会呈现一种随机的华丽的感觉。好，来，所以你看我常常挑的牌都是从大概13世纪到16世纪这一段时间，好。就是大概风格会停留在比较前面，文艺复兴之前，然后一直进入文艺复兴，然后再进入启蒙时代这一段时间。如果以艺术史来说，如果你了解艺术史来说的话，然后大概带到前拉斐尔画派前期，然后再这一段时间就13。16快接近17世纪这段时间的画风的东西、流传的东西，这样，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在更古代的，有一些比较犹太神话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画面堆积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博物馆美学，类似啦，类似。我尽量让它创造这样子哈，我让它的当代感会比较削弱。好，这是题外话哈。来，我们把这几张牌来看一下。好，我看一下这里。以现在来说，这一股风其实是为了要增强你们对彼此的期待感因为你已经看到这张牌了，所以有一种故事概念，就是说，为什么好事情要发生前会给你一些挑战？因为表示那一个好事情后面发生的礼物跟保障出乎意料的好。他现在有这个状况。那这边还有一个很特点，就是这个人可能有点出乎你意料之外。这个人，从我们刚刚看的时候，你可能脑袋有一些形象或什么，你觉得会遇到什么？可是这里告诉你说，没有，这个人是一个很意外的人。这边有说很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人。然后你们初次见面，确实是两个人连接跟各方面契合度就非常好，但会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我这边有看到了，我知道为什么这里这样说了。好，这边有给答案。我说，我得到的一个讯息是，你们可能在这2个月会遇见，可是遇见完之后中间会断联一下子，因为他有可能有远离的状况，他可能要去哪里工作，要离开一阵子，他没有办法在很短，就是你们认识之后的这个2-3个月之间时常见面，或是根本不会见到面，因为他不在你可以约到他见面的空间里，他可能要出国，要去哪里，要去远方去一阵子之后，然后会在这里所谓的秋天中期之后才会再回来，那个时候你们的感情才会变得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大概比较确定说，大概就这2个月你们会先认识，可是真的到感情比较多密集联络的时候，可能真的要到秋天那个时候。那他必须要先离开，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他自己的人生的故事线要去冒险
探索、创造，这是他自己的人生线需要的。所以你们的这个遇见并不会在一开始初期所以产生爱情的能量会出来。那所以我这边前面才说，你们有一些交流。内在默契的理解，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会比较多的是在网络上的传讯息交流，而人跟人的正式见面会可能要到天气比较凉的秋天之后才会开始。好，这边说的讯号是这样。好，来，那两个人的能量的缺点就是你们的保障比较晚才会得到了，果然是跟这个逻辑上差不多。然后记得你们遇到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的讯息。确定是这个人，有讲句就是说，你跟这个人聊天、讲话、谈心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内在非常平静自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静跟平静舒适感，好像可以依赖在某一种安静的港口或是一个庇护所的感觉，非常有安全感，非常可以活在自己的空间里，活在自己的个人世界里，可以完全忽视整个世界的感觉。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这个讯息会跑出来，记得这个是很强的线索，会有一点点。不切实际，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会开始从你们内在萌生出来。可是这个就是你们两个人相遇的时候的那一个内在浪漫的结构了。你们还是会回到现实，可是会更多的会觉得说自己活在了两人世界，活在一个比较梦幻的世界，活在一个很自在、很舒服的世界，好像整个世界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关我的事情的感觉会出来，那个舒适感会出来。好，这是 verse。那我们再从比较更远的角度，从密契主义的角度、很深的宇宙的角度、最遥望、最客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一次的遇见会让你们认知到蛮多，尚未如此笃定、确定的价值观，所以你们的交流很重要。这边已经说了。所以你们的结合也是因为内在的这些价值观的契合交流而确定，然后才觉得要在一起的。这边说没错，这一组的组合就是要走向这样子的核心。好，那它走到这个核心表示什么？你们能感受的浪漫值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高，它不是那一种比较抓马的，它不是那一种浪漫值很高，什么事情都要追求浪漫主义的，没有。它比较多的是很多的是理智的。确定彼此的感受的，连情绪上、感受上都会被趋近于比较多的判断，确定确定自己有这样子的感受。这样，那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们比较难去用直觉去猜到彼此心里在想什么。最近这个讯息很常出现哦，因为最近不知道为何抓到的爱情的概念都偏向理性偏重，不知道可能是最近的集体意识，大家都觉得情绪要在趋近于更多的理性上面，所以大家已经习惯是。理性先行，所有的判断，连自己的情绪都要从理性先行，连自己的情绪都不想要让它变成爆发型的就往前走，而是要先确定一下自己的情绪是对或错，还是这下的情绪跟我想要表达的情绪是否应该表达出来。大家都变得比较理智，这样这一组也是，而且这组更加着重这一件事情。那其实这一个是你们的浪漫啦。你们的浪漫，因为你会在很多的交谈跟表达的很清晰自己的情绪是什么的时候，感觉到彼此的信任，而产生了某种看起来很理性，可其实是浪漫本质的一个状况。好，这个你慢慢体会就会知道了。好，那这组时间各方面讯息大家都说了哈。好，我来看一下一些比较核心的东西。一样哈。那我刚刚说从宇宙遥望的角度来说，你们这一组的核心就是理性先行，很多事情无论是情绪都要先理性先行嘛。这边说，即使以灵魂的角度来看，你们灵魂也已经习惯做这件事，长久以来，不管在任何象限来说，都不想要让自己的情绪引导或领导你去做任何事情，你还是希望能够保持最基本的理性，而任何情绪也是希望在理智的判断里面判断出来才决定要不要表达出来。这是你们两个灵魂的本质，所以在这方面，两个灵魂遇见的时候非常契合，非常能够理解，也非常喜欢，彼此都很喜欢。那缺点就是。其实你们两个的生活状态、生活模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两个如果真的要在一起交往的时候，想要去哪里一起去往的时候，有可能喜欢的东西跟兴趣、想去的地方、想去看的展览、想去看的位置、想去的城市不太一样，所以你们要有更多的沟通跟交换才会达成。可是我不担心，因为你们的本质品质是
很高度绝对理智的，所以你们对于彼此的想法不同或摩擦差异，很快就会靠理智的方式去做达成共识，排列出先后顺序，还有重要性。好，你们懂取舍，你们懂排列组合，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它这边虽然说是一个你们的逆向能量，但是我觉得有化解的方法，所以还好，没有那么逆向，没有那么成为你们的问题。只是说，如果要吹毛求疵讲，就是这是个问题啦。目前看到，好，那这组我觉得没有什么，大致上就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很多方向都对哈。那等待一下那个时间点了哈，中间会有一个段落，可能真的要到开始觉得秋天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它会两个关系才会有比较见到面的一起。生活感比较多的界面的那个时候，他的感觉会比较好。好，那你注意一下最近的新朋友的认识哈，他是一个新朋友的状态会出现哈，新朋友的认识，先认识起来，慢慢才会感觉到跟某个人或是跟这个人的交流很不错。记得他这么多的讯息，比较多的理智讯息，在代表一件事情，就是你内在的那个喜欢的澎湃感不明显。它是要慢慢的累积到某种确定，才会知道自己喜欢，或者确定自己的喜欢。即便有喜欢，在初期你们也不会那么想确定，而是要累积到某种比较多的默契或是在意之后，才会开始想要去确定自己的感觉是什么。这就是理性先行的一个状况。好，那就这样。上号牌的朋友应该给了蛮多的讯息，你再整理一下。好，那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吧。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